Hello， 大家好，我是斧头，今天要来介绍2021.24.5的版本发行说明。这个版本呢，增加了很多车主很期待的功能，也非常的实用，就让我们一一来为各位介绍。首先，洗车模式，洗车模式呢会关闭所有的车窗，锁定充电部，并禁用雨刷、哨兵模式。离车后自动上锁和停车感测器警示音。对于带有传送带的自动洗车，自由滑行选项将转换为空档，并防止手刹车在您离开时自动应用。要进入洗车模式，请点控制服务洗车模式。接下来呢是后视镜头自动变暗。对于 Tesla Model 3的车主来讲呢，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呢，后视镜头会自动变暗呢，来避免眩光，那会造成在某些较暗的地方呢，或是隔热纸贴比较深的车主呢，就会造成一些困扰。那您现在呢可以启用或停用后视镜自动变暗功能。若要存取此功能，请点选控制后视镜自动变暗。接下来是行车记录器的改进。行车记录器现在可以在您车辆侦测到发生安全事件时，例如发生事故或是安全气囊展开的时候，自动保存短片。拍摄的影片会储存在本地，从未传输给 Tesla。要选择加入，请轻点控制安全与保全行车记录器自动。要了解有关如何设定和使用行车记录器的更多信息，那你要看车主手册。那接下来是续航里程显示。续航里程显示，现在您可以透过点击电池图示旁边的续航里程图示，在电池百分比和距离之间做行切换。在前进档保持连线到 WiFi， 要在换挡时保持 WiFi 连接，请点选 WiFi 图示 WiFi 设定，在前进档保持连接。这对于希望使用其热点进行连接的用户特别有用。那最后就是新语言的资源目前多新增加了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以及俄语那如果你要改变语言呢，你要控制选项语言的下公式功能表，你就可以去改变的语言了。那我们现在先从第一辆开始来为各位介绍。首先我们到控制，然后到服务，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多出了一个洗车模式。当我们进入洗车模式之后呢，它主要就是避免误触，因为我们洗车的时候在车上误触最常洗车的应该最了解，就是我们最怕启动的是什么？就是充电部那现在我们进入洗车模式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车速它会被低于15公里然后天空电部呢会锁上，那离车自动上锁会关闭，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今天出外面洗车洗一洗，然后不小心把自己锁在车子外面。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进入一些隧道洗车的时候，或是自动雨刷呢，也会被关闭那停车的辅助警示音现在也会关闭就是你后面假设或是前面接近一些物体的时候，它就不会发出警示画面。那另外呢，你的哨兵模式也不会频繁的启动。那空调呢，不会把外面的脏空气呢引到里面来。那前后行李箱都会关闭。这边呢也自动了把画面清洁模式跟折叠后视镜都放进了。那如果你是隧道洗车的话呢，你就把车辆切换到低档之后，那这边就可以按启用自动滑行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保持车辆的自用滑行了。那特斯拉因为我们平常停下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会自动滑行。那我们现在等于是会切到 N 档，它等于是帮你自动切换到 N 档。那当你隧道洗车完毕的时候，你只要按下去，那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 P 档。我们再按下 P 档，重新回到 P 档。那这个就是整个洗车模式的介绍。那当我们洗车完毕之后，我们直接退出洗车模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后视镜的自动变暗那我们只要在快速控制这边点选后视镜，你就会看到这边这个后视镜自动变暗现在可以进行关闭了。所以如果你原本呢因为贴了比较深的隔热纸，然后或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因为时间而自动设定的这个防眩功能，因为 Tesla Model 3的防眩功能很特别它跟某一些车子不一样，它不是根据环境或是你说开关，它是时间到的时候就会自动启动，那时间到的时候会自动结束，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车辆萤幕的那个明暗度。那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功能开启的时候，你直接把它关闭，那这样你的后视镜就会维持在白天的状态。
好，接下来是行车记录器哦。行车记录器我们现在这边可以直接设定成自动。那以往呢，我们就可以透过按喇叭来让我们的行车记录器自动进行记录。那我们现在多一个自动选项，就是假设呢，我们今天车辆发生了一些事故或是紧急事故的时候，那车辆有侦测到我们有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档案做记录给锁档下来。接下来我们就要续航里程的显示改进了。那以往呢，有的车主他喜欢用电量的百分比显示，有的车主呢他习惯用这个倒数里程来显示。那现在呢，我们切换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在这边直接点选，我们就可以做切换。例如说现在是70%，那是323公里，我们直接在这边点选就可以轻松的做切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呢，在前进档保持连接到 WiFi。那我们以往呢，像我现在是在 P 档的状态，我连线到 WiFi 情形。那我只要将我的车辆打到D 档，你会发现我的 WiFi 就断线了，恢复到 LTE 的状态。那如果当我们切回 P 档的时候呢，它才会继续的去尝试连接你的 WiFi。那现在我们只要进入 WiFi， 然后在 WiFi 设定，那我们就可以呢，在这边看到在前进档保持连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呢？因为它会确定说你这个 WiFi 的 AP 不是固定式的，而是一个例如说手机这样子的情形。那以我现在连接的是我的手机，那当我把这个设定打开来的时候呢，我现在是在 P 档的状态。那当我打向 D 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 WiFi 呢依然是连接的。这个功能呢，主要就是如果你希望在你车辆行进间持续使用你自己的 WiFi 例如说你可能是在车辆行进中间，你要继续去下载这个更新的版本，或是你想要使用你自己的网络呢来连接听这个音乐或是地图导航的一些资讯的时候，那这个功能呢可以让你的 WiFi 保持在不断线的情形下，那依然呢可以去持续以往的连线功能哦。那在以往的状态呢，如果你在停车的时候使用的 WiFi， 那你会发现你打到D 档的时候呢，你的 WiFi 连线就断线了。那这在使用功能来讲呢是十分不方便的。所以这一次的版本更新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那包含大家很喜欢的洗车模式，然后大家很期待的后照镜自动变暗可以关闭。那另外呢，续航里程的显示呢，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但是却可以让你轻松去做更换。那 WiFi 呢，也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贴心的功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2021.24.5的版本发行说明了。那2021.32呢，也已经发布出来了。我们现在同场加印2021.32.10的沉浸式音效。其实我们的车子里面本来就有沉浸式音效，只是它现在多了这个自动的选项，让我们在使用上呢能够更方便。那进入选项很简单，我们进入音乐的选单，点选设定，那就可以在音调平衡上面呢可以看到沉浸式音效。现在已经可以多了一个自动，我们可以选择关闭、低或者是标准，那也可以自动哦。那我们原本呢是只能够打开或关闭哦。谢谢大家观赏，我是斧头。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哦。谢谢大家，拜拜喽。